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，心口发沉，不是疼，因为我知道我会死，不是我经历过，而是我看过。我穿进了一本架空权谋言情里，成了女二顾清堂。在原书剧情里，顾清堂死在城南围猎那一章，那一页写得很短，短得残忍。围猎乱箭，女二护男主于左侧，中箭亡。男主惊愕半息，旋即退后一步，女二卒为男主铺路。我盯着帐顶，半晌才动了动手指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没有伤没有血，可一想到那一章的文字，我仍控制不住发冷。原来我在这本书里，连活着都只是为了别人的主线服务。我慢慢坐起身，像是在给自己立规矩。我知道剧情，我知道我会死，那就意味着我可以选择不照着走。这一世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必死从命运里撕下来。春宴设在王城西苑，灯火如昼，歌舞正盛，满堂权贵言笑晏晏，看似热闹，却各自心怀算计。谢行舟被人当众刁难的那一刻，场中并未立刻喧哗，反而安静了一瞬。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停顿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下一刻落在我身上。我当然明白他们在等什么，等我像从前一样站出来，替他解围，替他圆场，替他揽下不该由我承担的麻烦，顺便再替他得罪一批人。原书里，这正是我第一次为他正面得罪军策院的场面，也是我被推向那条死路的起点。可这一回，我只是端起茶盏，茶水上温，我低头抿了一口，动作从容，神色不动，像是那场针锋相对与我毫无关系。短暂的沉默在席间蔓延开来，不是尴尬，而是意外。谢行舟终于意识到不对，侧过头，压低声音唤我：“清堂。”我这才抬眼看他，目光平静疏离，像是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局。谢公子，我语气不疾不徐，清楚的让人无法误会。这是你的事。那一瞬间，他整个人明显怔住，那张一向温润得体、游刃有余的脸，第一次出现了无法掩饰的裂痕。不是因为被人刁难，而是因为他终于发现，那个一直替他兜底的人没有出手。我看着他的错愕，心里却异常清明。原来我从前的好，从来不是被珍惜的好，只是被默认、被依赖、被反复使用的好。而现在，我只是把本就不属于我的责任，还给了该承担的人。3日后，谢行舟来找我，他依旧温和有礼，甚至带了我爱吃的点心。可我知道，那不是关心，是手段，像在把我哄回好用的位置。清堂，他坐下，语气柔和：“那日你不开口，我知道你是委屈了。”我没接话，他又像随口一提般道：“过几日我得入军策院递交调令，霍岭那边你替我递句话就行。”我抬眼看他，为什么要我递？他怔了一下，笑意更温：“你一向最懂我，何必问这些？”这句话像一把钝刀。我终于明白，谢行舟口中的懂，从来不是懂我，是懂得如何使用我。我把点心推回去，语气淡淡：“你找错人了。”谢行舟脸色微变，很快又把情绪压住：“清堂，你只是气头上，等你气消了，自然会帮我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来得越来越勤，一次比一次理直气壮：“清堂，陈家那边你帮我说2句好话。清堂，你去同霍岭说一声，调令我必须拿到。”我拒绝，他便换剧本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在意你？等这件事过了，我一定补偿你。清堂，你别这样，我们之间不该这样。”最后一句最狠，他把我们绑成锁，像要把我命运和他捆在一起。清堂，
我若失势，你在京中也不好过，你明白的。他在威胁我，用我未来的安稳，逼我回去当他的垫脚石。我听完只觉得荒唐。原书里的顾清堂，就是被这句话绑死的。他替他遮风挡雨，最后风雨落在他头上。我抬眼看他，语气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谢行舟，你失势不失势，与我无关。他终于沉下脸，顾清堂，你别逼我。我笑了，你能怎么逼？那一瞬，他眼底闪过怒意与不甘，却又很快压下去。他还不敢撕破脸，因为他仍以为我只是暂时不听话，迟早会回头。他还需要我。春宴散场那晚，我在灯影之外看见霍林，黑衣冷面，身形高大，肩背笔直，站在人群边缘像一柄刀。所有人都避开他，连目光都不敢多停。可我知道，他是我能改命的唯一出口。我走到他面前，霍大人。他垂眸看我，眼神冷得像霜。何事？我不绕弯，直接把剧情情报砸出去。3月后，城南围猎，刺客多为左手，剑上淬毒。谢行舟会站在你右后方，拿你当盾。霍凛的瞳孔骤然收缩，那不是惊讶，是警惕，是本能的危险感。他盯着我许久，嗓音低沉，你从何得知？我迎上他的目光，没有退。我看过这件事的结局，我知道我会死，就死在那一场围猎里。我不想照着那个结局走，我想活。霍凛沉默，那沉默像刀锋在空气里磨过。最后他只吐出一句：明日军策院。我心口一跳，那不是邀请，是试探，是一条更凶的路。可我知道，只要踏进去，我就不再是被利用的女儿。军策院的帐内全是男人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笑话。女子也配谈军策？林家送她来做什么？送茶吗？我没变，只在沙盘前指着一处低谷与粮道，敌军看似3路合围，实则补给线拉得太长。夜袭西营，先断粮，再诱敌出谷，3日必乱。有人冷笑，空口白话。霍凛站在沙盘旁，指节敲了敲木沿，照他说的做。所有人一愣，我也愣，因为他下决断太快，快得像早就等着这句话，像是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他不是来陪衬的。议事散后，夜风很冷，霍凛站在帐外，背影高大的像一堵墙。他没有回头，只冷冷丢下一句：从今天起，你站我这边。我正要开口，他又补上一句，语气更沉：站了就不准反悔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他不哄人，不讲漂亮话，也不玩试探，他要的只有2个字：站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低声答：好。3日后，战报送回，大胜。军策院上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同一日，谢行舟也找上门来，语气急切：清堂，我听说你进了军策院，正好，你替我去说一声，让霍凛放我一马，调令我必须拿到。他仍旧把我当成他的通道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可怜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顾清堂了。我正要开口，一道冷影从廊下投来。霍凛走近，目光扫过谢行舟，像看一个不合时宜的累赘。他很忙。谢行舟脸色一变：霍大人，我与清堂。霍凛打断他，语气干脆利落：你与他已无关系。他侧头看我，声音更低一分，却不容置疑：走。我转身跟上，身后谢行舟的声音像被风撕碎：清堂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有回头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爽点还没到。围猎那夜，他会找不到我，他会第一次明白，他一直索取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围猎前2日，
王城气氛已然紧绷，世家子弟明里暗里调整随行护卫。谁都知道，这种场面从来不只是狩猎。只有谢行舟看起来依旧从容，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只要顾清堂在，他就一定安全。他来找我那天，语气自然的近乎熟人。围猎那日，你站我左侧，人多，你替我看着些。这句话在原书里出现过。女二立于男主左侧，为其挡箭而亡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好，我点头。谢行舟明显松了一口气，甚至露出一点安心的笑。他从来不觉得我会真的拒绝他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我的存在本就只是为了兜底。当夜，我去了军策院，霍凛正在帐中看地图，灯火映在他冷硬的侧脸上，轮廓如刀，肩背挺直，像一柄随时出鞘的利刃。我把事情一字不漏地转述完，帐内安静了片刻。那不是犹豫，而是他在判断。霍凛抬眼看向我，目光比白日更深。你答应了？不答应，他会起疑。我如实说。霍凛冷笑了一声，合上地图，向我走来。高大的身影一步步逼近，灯影被他遮住，我整个人都被笼在他的阴影里。那种压迫感并不令人不安，反而带着一种极其明确的存在感。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他说的不是询问，而是判断。我抬头与他对视，我向来清楚。这句话出口的瞬间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变了，不再只是审视，而是真正的欣赏。霍凛停在我面前，距离近的越过了礼数，却还没到失控。围猎那日，他语气低沉而直接，站我身后不是商量。我抬头看他，那你呢？我在前面，他答得干脆利落，剑不会过你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他不是在计算风险，不是在权衡得失，他是在做选择，也是在把我划进他的阵线里。我尚未开口，霍凛却忽然伸手扣住我的手腕，力道不重，却不容挣脱。他低头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声音压得更低。顾清堂，你现在很容易被人惦记。这句话不是提醒，是宣告。下一瞬，他俯身而下，唇落下来的时候，干脆而直接，没有半分迟疑。不是试探，也不是温存，而是一个带着明显主权意味的吻，短暂却强势，像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在我这边。我没有推开他，不是因为失神，而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是穿书而来，看过所有结局的人，我知道什么是利用，什么是欲望，什么是虚假的情深。而眼前这个男人，英俊、冷硬、强势，从不遮掩他的选择。这个吻不是索取，是确认。我接受了，并且在他退开时，依旧稳稳站着，没有后退半步。霍凛看着我，眼底的情绪深得危险。后悔吗？他问。我抬眼，语气平静而清醒。不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他唇角勾起极淡的一抹弧度，像是终于确定，他没有选错人。城南围猎如期而至，旌旗猎猎，鼓声震天。猎场四周人影攒动，铁甲与锦衣交错，一眼望去，热闹而盛大，一切都和书中描写的一模一样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反而异常冷静。我站在人群之中，目光看似随意，却早已将周围的站位、距离、风向收入眼底。我很清楚，危险会在什么时候出现，不是现在，不是鼓声最盛、人声最杂的时候，而是在所有人以为已经安全、心神最松懈的那一刻。进来之前，
会有一个极短的空档，短到足够一个人下意识确认，那个本该站在身侧替他兜底的人还在不在。果然，谢行舟下意识往左侧看了一眼，那是多年形成的习惯，不需要思考，身体就已经先一步做出反应。他在找我，因为那个位置原本应该站着顾清堂，可现在那里是空的，没有熟悉的身影，没有替他挡在前方的肩背，只有被风吹动的衣角和毫无遮掩的空白。谢行舟明显怔了一瞬，那一瞬间他的神情第一次出现迟疑，像是终于意识到有什么地方和以往不一样了。而我站在人群另一侧，安静地看着这一幕，不是冷漠，而是笃定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空位不是意外，是我亲手改掉的站位。与此同时，霍林立在猎场前侧，目光看似落在远处山林，实则早已将场中所有变化尽收眼底。他不是第一次参加围猎，也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种场面从来不会真的只是一场狩猎。他的视线掠过人群，在某个方向微不可察地停了一瞬。谢行舟左侧，那里本不该是空的。霍林的目光沉了下来，不是意外，而是确认他没有站错。这个念头掠过的瞬间，他的身体已经先一步绷紧。霍林很清楚，真正的杀机从来不在鼓声最盛的时候，而是在注意力最松散的瞬间。风向变了，那一刹那，他已判断出箭矢能出现的方向。也是在同一瞬，他下意识寻找顾清堂的身影，不在谢行舟身侧，而是在他预判的位置之内，在他身后不远处。霍林的心在那一刻异常冷静，他信他，这个认知比任何语言都来得直接，没有犹豫，没有多想。下一瞬，破空声骤然响起，混乱在一瞬间炸开，人群惊呼马匹受惊，我甚至来不及反应，手腕便被一股力道扣住，不是拉，是直接拽，整个人被带进一个坚硬而温热的怀抱，鼻尖撞上冷硬的铠甲，呼吸间全是血腥与铁器的气味。别动，低沉的声音落在我头顶，短促克制，却不容违抗。是霍林，他一手扣着我的后背，将我整个人按进怀里，另一只手已然出刀，寒光乍现，剑擦着他肩侧飞过，血瞬间染黑衣袖。我被他完全护住，视线里只剩下他冷硬的下颚线和近在咫尺稳定而有力的心跳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他不是在顺势救我，他是在第一时间把我列进了必须保住的范围。夜里，我被安置在偏帐，帐内只点了一盏灯，光线压得很低，外头的喧哗早已散尽，只剩下偶尔传来的脚步声。帐帘掀开时，霍林走了进来，他身上还带着未散的血腥气，盔甲已卸，只穿着里衣，肩背线条在灯影下显得格外冷硬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停留得太久，久到我抬眼看他。坐好，他说，语气依旧冷静，却明显压着什么。我照做。霍林向前一步伸手，却在即将碰到我肩头时停住，像是在克制本能。哪里受伤了？没有，我摇头。他没有立刻信。霍林半跪下来，视线与我齐平，隔着衣料，快速而仔细地检查我的肩背手臂，动作极其克制，没有一丝多余的停留。可距离太近了，近到我能清楚闻到他身上的血腥气，也能感觉到他压得极稳的呼吸。当他指节碰到我手腕时，我下意识一缩，霍林立刻停住。疼？他问。
我再次摇头。他沉默了2息，忽然伸手，把我的手包进掌心，温度透过皮肤传来很稳。你现在，霍林低声说，不用自己扛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他忽然收紧了扣着我手的力道，像是终于松开了某道一直压着的界限。下一瞬，他低头吻了下来，不再是之前那种克制的、短暂的触碰，而是带着明显情绪的、毫不回避的吻。他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血腥气与夜风混在一起，唇落下来的力道比想象中更重，却没有半分失控。我被他逼得微微后仰，后背抵上按击，下一刻整个人被他直接抱起，动作干脆，吻得不像冲动。我下意识攀住他的肩，被他一路抱到床榻前，轻轻放下。他没有立刻靠近，只是俯身，双臂撑在我两侧，低头看着我，目光暗得危险。清堂，他声音低哑却异常清醒。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如果你现在后悔。他停住了，不是因为犹豫，而是真的在等我的选择。我可以停下。帐内安静的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。我看着他，这个男人冷、很果断，却在最后一刻把退路完整的留给我。我是穿书而来的人，我知道什么是利用，什么是虚假的深情，也清楚自己此刻在做什么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抬手勾住他的衣襟，在他话音未落之前，直接吻了上去，比他刚才更用力。那一瞬间，霍林的呼吸明显一致，他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反手将我抱紧，低头回应了这个吻。灯影晃动，帐帘轻轻垂落，而这一刻之后，有些界限已经不需要再确认。清晨，军策院外，晨雾尚未散尽，来往的人不多，却足够看清一切。我刚走下台阶，一道人影便迎面拦住了去路，是谢行舟。他一夜未眠，眼圈发红，衣袍微乱，早已没了往日从容。清堂，他声音压得很低，却带着明显的急切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刺杀？这句话出口的瞬间，周围几道目光不由自主地投了过来。我还未开口，一股熟悉而冷硬的气息已从侧后方逼近。下一瞬，一道高大的身影稳稳地挡在我身前，是霍林。他站得很近，近到几乎将我完全遮住。从谢行舟的角度，只能看到他的肩背。他不需要回答你。霍林的声音不高，却压得极低，像是在战场上发布命令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谢行舟明显一怔，随即急声道：“霍大人，这是我和清堂之间的事。”话音未落，霍林已侧头，冷冷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没有怒意，却像一把利刃，直接切断所有可能。霍林没有再多说一句解释，只是伸手稳稳扣住我的手腕，将我往身后一带，动作不急，却极其自然，像是这个位置本就该属于我。不是。他语气冷硬，清楚而笃定，一字一句落得极重。从他站在我身后开始，他的事就只归我管。这句话落下的瞬间，周围彻底安静下来。谢行舟的脸色在那一刻彻底褪尽血色，他看着我被霍林完全挡在身后，终于意识到一件事，不是我不回答，而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向他解释任何事了。霍林没有再看他一眼，他只是微微侧身确认我站稳，随后低声道：“走。”我跟着他转身离开，身后没有再传来追问，只有一个人终于明白，那个曾经替他兜住一切的人，已经被别人稳稳护走了。秋末的王城，天高云淡，
围猎刺杀案已经彻底了结，朝局回到应有的秩序。该倒的人倒下了，该退的人也退远了。顾清堂站在城楼之上，看着城中人来人往，神色从容。他很清楚，这一切并不是侥幸，而是他一步一步把自己从袁叔的死局里走了出来。霍凛站在他身侧，他披着黑色外袍，眉眼冷硬，对外人而言依旧是那个不近人情的霍大人。可在他面前，他的目光始终落得很稳。事情都结束了，顾清堂淡淡开口。只是开始，霍凛纠正他，他向来如此，看得比别人更远。风从城楼掠过，吹动衣角。沉默片刻后，霍凛忽然开口，语气很平静，却没有半分试探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嫁给我？这句话来得直接干脆，不是询问意见，也不是浪漫铺垫，像是在确认一件早晚会发生的事。顾清堂侧头看他，神情并无波澜。霍凛他语气清醒而冷静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从不急着给答案。霍凛看着他，没有不悦，反而像是早就料到。我知道，他说，所以我才问。顾清堂轻笑了一声，你问，我就一定要答。霍凛低头看他，目光深沉，带着一贯的强势，却没有逼迫。不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你不答，我等。这句话若是旁人说出口，必然显得退让，可从霍凛口中说出来，却带着另一层意味，不是退步，而是笃定。他等的不是他点头，而是他愿意停下来。顾清堂收回目光，看向远处的城池。我不喜欢被安排未来，他说，哪怕是你。霍凛应得极快，我也没打算安排你。他语气低沉而冷，我只是提前占着位置。顾清堂一顿，随即笑了，不是被撩动，而是觉得这个男人一如既往的强势、坦荡，不遮掩野心。那你可能要等很久，他说。霍凛没有反驳，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，我这一生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这一次，顾清堂没有再接话，他转身往城楼下走去。霍凛与他并肩而行，没有快一步，也没有慢一步。这一刻没有承诺，没有婚期，甚至没有答案。可他们都很清楚，他不会被催促，而他也不会退场，因为真正的大女主从来不是被娶走的，而是真正让人甘愿等。各位茶客，欢迎在讨论区留言，讨论剧情。